场花醉3000客，一剑寒霜14州。鼓角接天，佳气冷，风涛动地，海山丘。漂亮，漂亮！古有汪伦送太白，今有应关兄击鼓铸剑，此生足矣。无憾矣。应关兄，你实话实说，我比那神机营的林峰如何？唉，咱家以为啊，兵部尚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假了，假了，提督大人，我若是胜得过那林峰，我还待在这儿干嘛？我早就披上戎装，前往沙场和瓦剌人一决雌雄。我还在这儿，我在这儿跟你们这些场卫天天酒吃肉林，我在干什么？我在干嘛？林峰，可知3年前，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少南兄，少南兄，李大人，喝醉酒的人往往是最清醒的，你呀，太糊涂啦。尹峰拜见督主大人。你们有伤在身，起来吧。属下有负重托，没有捉拿住潜入高塔的四方成员，让他们带走东极市场重要密报案牍，请您责罚。尹同志自谦了。今日空会大师圆寂，你带领锦衣卫和大理寺官员勇闯灵谷寺高塔，保护历代高僧真身舍利，捉拿潜入灵谷寺乱党，立下大功一件。明日我自会向圣上禀明。锦衣卫听令，在。将企图盗取高僧舍利、谋逆作乱的贼子全部歼灭，一个不留。督主大人，此次行动责任在我，当务之急是追回被唐喜等人拿走的案牍。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是属下没有教导好沈这副事，还不下去！将这些假冒灵谷寺僧人的乱党格杀勿论，一个不留！是。这才是常卫们的办事风格，这才是圣化。张少卿，被劫持的李晨阳下落是否找到？疑犯的卷本搜集的怎么样了？
兵唱公大人，这3日我们未能搜寻到李晨阳下落。至于唐喜等人，无凭无据，并未杀人，没有理由追捕。下官自知，3日期限已到，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好。东极市场提督冯海被杀，李晨阳被劫持立案于大理寺。如今封城3日期限已到，大理寺办案不力，明日交由圣上裁决。督主大人，此案由我与大理寺少卿协查。如今局面至此，我同样有失职之过。明日我会奏请陛下一同责罚。你是嫌东极市场和锦衣卫的脸丢得不够大吗？奏请陛下请罪，即使轮到你越权行事。至于你，我不管你是大理寺卿还是大理寺少卿，既然已经认罪，先斩后奏，明日再向陛下交代也不迟。岳灵，即便张少卿认了罪，他也罪不至死。今天他与锦衣卫围剿乱党有功，督主大人、同知大人这么着急杀人灭口，难道是怕有人抢了功劳不成？参见督主大人，令是有要事禀报。讲。3日前在法场被劫持的李晨阳，在今日解除封城逢魔掌灯时，公然出现在花满楼楼顶。目前已被大理寺与锦衣卫围困在花满楼，属下不敢贸然行动，等候下一步指示。原来李晨阳一直都没离开过京师。我们误以为李晨阳易容出城了，其实是我们想错了方向。他是易容留在了京师。谁说被劫走的人就只能是逃，不能是躲？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将李晨阳易容成义庄管事，让他代替义庄管事在城中躲藏。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把城内变成安全之地，就需要一出好戏。城门口的出城戏，为的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城外，而非城内。我们在城内演戏胡闹，同样是为了让他们忽略李晨阳的存在。李大人就在城里的某一处。最近这京师发生许多事儿啊，哼，比戏文里的戏词都要听着精彩呀。压轴戏还在后头。有了第1天的成功演出，接下来的日子，在花满楼安顿一个多余的义庄管事，就简单多了。小桃红，他们齐了吧？啊！我来了。你不是小桃红？我是你的美梦。你是谁？我是你的噩梦。不在义庄管事，却天天伺候花满楼的小桃红，劳心劳神，是时候该回去了。唉。下面就拜托李大人。但他们将李晨阳藏起来，此时又让他出现在花满楼，为的是，自然为的是让李晨阳能够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不被灭口，拿到东极市场的案牍来击垮东极市场。就凭李晨阳手中的那些卷本和密报，就能击垮我东极市场100年的根基吗？你们也太看得起李晨阳了。更何况他手中那些密报案牍，
这路上有人爬上去了！爬这么高，这是要自杀吗？莫不是花酒喝多了吧？哎，等一下，这个不是3日前被雪女掳走的那个李晨阳？哎，李大人，你快下来呀！李大人，这是李大人！李大人，你快下来呀！下来呀，李大人！你快点上来吧！哎，不对呀，李大人既然要活命，那为何还要回来？感谢各位乡亲，感谢各位父老，还记得李某，关怀李某。是，某正是李晨阳。3日前，李某被奸人所害，幸被雪女所救。但李某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要把恶人所做的恶事公诸于众，还公道于天，还公道于尔等众百姓。这就是证据。看呐！看呐！都看看吧。队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厂卫之徒，竟害我大明谢泪护国的将士根基；西岐市场为了一己私欲，竟害我300神机营将士。西岐市场厂卫陷害忠良，刻意绑架富商名流，伤骨亲属，撕票杀人，大肆敛财，无耻行径与匪贼有何区别？是啊，投奸人命嘛，这啊！骄傲自负的汪厂公一定会很喜欢这份礼物。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今日所求之事果真灵验，谋事在人，常事在天。汪直，天要亡你啊！都看看吧。上次看花姐姐这么小，还是3年前。义父，寿月此生别无他求，一心想为您分忧解难。但神骑营凌风将军对我情深意切，寿月也不想辜负。若此次抵御瓦剌取胜，他将向您提亲，还望义父成全。哎呀，来，女儿啊，林将军对你如此青睐，也是你的福气。林将军的聘礼我已经收到了，我很满意。多谢义父成全。由之拜见义父。花姐姐，既然由之有事寻义父，女儿就不打扰了。由之啊，送你花姐姐。是。姐姐何时如此高兴啊？姐姐要嫁人了，自然开心。哪家公子如此肤浅？是个只偏爱于我的傻子。纵有风情万种，更与何人说？原来他要嫁之人，不是望之。由之，你再看我，李大人可就真没命了。今宵月圆，梦回京师，以死明志，方博读书之人
一生所求。够了。李大人，如今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了。今宵月圆，天下人知。今宵事务繁忙，我们得早些去协助陛下。是。成化18年，东极市场联合锦衣卫，收集西极市场5年来所办各类冤案证据，借场中权力陷害异己，残害忠良，证据确凿。圣上收到奏章，为之震怒，下令暂撤西极市场，遣散人员，废除成功汪职，圈禁于府院，等候发落。想当年，我也曾见过这般年岁的陛下。贵妃娘娘。如何？禀贵妃娘娘，今日早朝，朝中大臣联名上报，要求彻查西极市场事务，并撤销西厂。陛下如何？陛下体恤贵妃娘娘，只是下令将汪督主幽禁在府中，等候审问发落。我就知道，3年前花满楼那虚伪娼妇温顺的反常。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与汪直清算。帮我卸去首饰妆容，等陛下来了，谁都不得提及西厂半句。他们怎么肯放你进来？哦，我忘了。没有了西极市场撑腰，花满楼还有东极市场，不用看了。想看我颓如败犬的模样，你来早了，应该过些日子再来。你倒是事事安排的明了。怎么会？我万没想到。你把我们20多年青梅竹马的情谊抛得干干净净。情谊2字，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是何时？你是如何计划的？3年前。果然是为了沈继营那个蠢货。你不配提他！罢了，一时蒙了心。对啊，像林峰这样干净的人，应该在极乐净土，而你我只配下阿鼻地狱，你也不配再见到他。是啊，我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有机会可以变干净，结果还是害了他。朔月，以你的才智，绝对不会谋划得如此周密。你背后谋划的人是商华，对不对？
好了，来，沈大人，回来帮我看一下。自在飞花，轻似梦，有需不加置换药剂，已是如此飘忽。加上越发飘忽，轻盈的虚假。哼，那沈大人懒得看，至少也可以帮我查查错别字。毕竟沈大人的学识比我高多了。来，帮帮忙。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朝中突然变天，场公大人们估计也顾及不到我们。以张少卿的才能，必有所作为。当初为何不入锦衣卫施展拳脚啊？哎，自从战场归来以后，我就想开了，人生在世，及时行乐，生死有命，我就应该好好的享受这温柔富贵香，你说对不对？哎，对了，今儿怎么没见袁千户啊？少年心性，凡是遇到此等大事，都会告病在家养伤，逃2、3月的纷争。这小子倒是想得挺开的嘛，这就对了。干嘛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啊？对不对？要不然今儿你也随我去趟花满楼啊，跟我讲讲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喜欢又如何呀？我喜欢什么，从来都不是我自己做决定的，别反倒害了别人。哎呀，沈大人也不容易，那我就去玩了。沈大人请自便。哼。张少卿，哎，怎么后悔了？想随我去花满楼了？花满楼可没唐喜那样的女子捉弄你啊！沈大人学坏了。现如今汪场公正被圈禁，你窥视我们有何用？作为暗卫，如果没有得到主上新的指令，是不可以离开自己的位置。你可以离开了，东厂绝不会给西厂重新翻身的机会。我的家族不允许我背叛主上，不然他们与主上的交易就会结束。总有那么多人为别人而活，还是张毅活得自由洒脱呀。在我看来，张毅并没有多自由，甚至有些沉重。这是他与你的户籍案牍。你们两个其实很像，只是选的路不同。张毅曾是贱民籍，被妓女抚养长大，靠妓女拿钱财皮肉疏通户籍簿，改为良籍，再以良籍身份从军，屡建战功，表现突出，申请调职入神机营参军。你的那几个姨娘们早就投胎当好人家了。哎，你总来这儿可不太好哦，要不怎么3年了还没升官动相呢？不打紧，姨娘问过的好就行。我去看看王姨娘，你们先忙着啊。哎，这个什么可以吃了啊，可以吃了，一起吃。陆宋师，我们劫持李晨阳的案子会就此了结吗？花娘子说了，问题应该不大。若李晨阳案子真相公之于众，这东西两场一定会是鱼死网破，毫无转圜。至于这结案陈词嘛，那都是睁眼说瞎话，应该没什么大碍。那李大人他会？李大人的命只能看他自己造化。我已命唐门中人护其家人5年周全，所有结果不急于一时揣测，静观其变。哎，这大白天的妓院怎么如此热闹？开张做买卖，你还不兴人家白日宣饮？小小年纪竟如此低俗！我俗？俗人刚才会用尚方宝剑给你骗肉啊？你那不是俗，是不识货的暴殄天物。
哎呀，行了，还有闲心雅致斗嘴呢。花娘子说了，让我们4个在这儿等候四方首领。你看看你们成何体统，就知道吃。唐施主，我必须要说你一下，我喜欢吃那羊上脑。哈哈，陆总使，你这声叫的很是亲切。谁说我们四方是听一人做事？没有我第一剑客唐喜。哎，唐施主，不能当众袭击当朝4品官员。你们不说，哪儿来的众？那是要照你这么说，我若是当众调戏你，他们不说，也就不算调戏了。张大人，今日来花满楼，是吃肉呢，还是办案呢？你说呢？张大人，我劝你赶紧松开我们家小疯子，不然我就用这根线勒断你的脖子。哼。哟，张大人，你迟到了。你出卖我了？你不是一直想见四方真正的谋划者吗？与他当了1年笔友，竟没发觉啊。那么接下来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大理寺少卿张毅，也是四方组织真正的谋划者。张毅，大理寺，西厂，神机营。为什么会想到神机营？这次李晨阳手里的西厂密报案牍虽然杂乱，但3年前神机营最后一战的书信证据偏多。汪直不仅得了神机营战功，还将神机营换血控制在自己手中，在陛下面前站稳脚跟。论手段，汪长公确实了得呀。西厂没落，东厂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些案牍都是东厂灵谷寺高塔所得。如果东厂刻意准备，当然要挑选最致命的毒药与武器。不对。东厂可以准备对西厂不利的密报，但唐喜要是为西厂办事，绝不会将这些交给李晨阳的。除非他们背后另有主谋，既不是西厂，也不是东厂。他们是真正自由的鹰，按照自己的意志一起行动，不应该称为主谋，而是四方背后的成员。近2日跟踪我和张毅，有没有觉得可疑之处？并无。你们2个几乎形影不离，而且死咬着唐喜他们不放，总是站在事件的暴风眼，却毫无头绪，被他们戏耍在鼓掌。张毅，为弥补过错，我大理寺愿全面追查真凶。正言法，我们的李大人应该是在京城最安全的地方，是易容术所需要的材料。3人当街细说昨夜结案，唐喜劫持李晨阳是由我亲自追踪，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方式，生烟。如果真正的谋划者是张毅，那么一切就都会变得容易理解了。事件的暴风力，调查方向的引导，那次无可奈何的错失。你要怎么办？没有任何证据，靠直觉猜测来告诉所有人，张毅是四方成员。谢谢你，这些留给你用。在汪直下达指令之前，好生照顾自己。你为什么要照顾我？你隐藏是为了不被发现，既然已经被我发现，那就光明正大跟在我身边，这样我还会自在点。是因为经过昨晚，看到我会让你想到你自己，对吗？你很聪明，
难怪会成为汪直的暗卫。我看过你的暗读，你的样子就像我在讨好父亲、讨好家族，离开家乡、亲人，为了家族荣誉战斗。这么努力，却连自己喜欢的猫都不能抱回家。所以，走吧。我还是要回家，做自己该做的事。义父，你还知道回来啊？是不是大理寺的床比东极市场的又软又舒心呢？我只是有事要禀报。现在你们应该都猜到了吧？3年前我从战场上回来，为了让林峰将军和神机营的兄弟瞑目，所以特意让花娘子来召集四方侠士。谋划多年，步步为营啊！可不是嘛！我以李晨阳被劫持来展开行动，是不是很棒？天时、地利、人和，棒棒！互相吹捧。你懂什么呀？你给我拿个蜜饯过来。谢了。甜吗？甜。够了啊。这个呢？甜哦。李晨阳被劫持当晚，我特意让你以丢铜钱为暗号，来查看每个人的准备情况。你怎么就没有想到我是在帮你？既是帮我们，为什么跑到城墙根追我，和我打架？那都是演戏。就我们2个人，你跟谁演戏啊？是因为我让唐文派了一个能与疾风对抗的刺客，想探探底。谁想到你会来？啊，来，喝，来。怎么说的好像认识我一样？怎么了？张大人啊，你是不是对我们家少主？这什么呀？去，说正事儿啊。那个，我们的下一步啊是东厂、西厂，让他们为了彼此的利益争斗，瓦解双方的实力，乱中求胜。别光说呀，来，哎，喝，来，哎，喝呀。据我推测，张毅就是四方组织背后的成员。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有之啊！你已经长大了，从没让我失望过，是我误会了你的定性。是义父深谋远虑，步步为营。控会大师云集，灵谷寺的密报机关不再安全，您刻意安排密报暗读给唐熙等人，顺势将机关后患消除，换得铲除乱党功劳，再得陛下重用，衣食二鸟。真没想到啊，唐喜他们居然以我用来威胁、敲打汪直的卷本公布于世，真是误打误撞的借刀杀人呐！
扶我起来。义父，要做何事？我要将这个喜事告诉给王直，完成我真正的借刀杀人。商场公也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欲死不活的模样。哼哼，真是对不起了，又让你们失望了。我从来没有对你失望过。对，你只不过是想让我跪着求你说，我错了。商场公，好计谋，好手段。竟然能让花朔月做双面暗桩，如此破釜沉舟，你不会觉得我手里头没有东极市场的把柄证据吧？啊？从一开始啊，我用那些密报卷本是为了敲打你一下，谁知道你被窝里出了乱子，让别人抢了风头。你是一个敏锐的人，自然知道谁在后面指使的吧？我并非故意伤你，昨夜突然听到张毅这号人物，想起不大爽利的旧事，我十分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欲除之而后快。是张毅。
多谢空慧大师将凌风铠甲从神界印祭坛带来，大恩无以为报。将来若灵谷寺需要花满楼相助，小女子必当全力以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想我灵谷寺能安于天地之中，必然已经置身于3界之外，不必客气。这是神纪营300将士的生辰八字，还请大师给他们在灵谷寺立个牌位，超度冤屈。我也将此次战功的抚恤金全部捐赠于灵谷寺。身外之物，你们还是带回去吧，留下也只是给那些贪欲之人享用啊！要不你陪我下盘棋？好。且慢，咱们下五子棋。大师棋艺高超，为何执念于五子棋？我这人呐，一生有理，棋艺呀也无人能够超越。不过现在被拘在这山中寺庙，冷眼观俗世啊！唯有你和我的关门弟子唐喜下棋，哎呦，那才叫自在其意呀！好，那就下五子棋。哎，接下来想要扳倒商华，可就更艰难了。你酒量不行啊！你这怎么娶媳妇呢？他如此不要性命的谋士，怎么可能享安家乐业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你难道不应该夸夸我？如今踩了老虎尾巴，不把虎打死，死的可只有我们。其实，扳倒商华的关键在汪直。汪直是商华一手培养的西厂厂工，东厂做的所有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汪直都有参与。好个仗义！当年要不是看在朔月的情分上，他能活到今天。这3年的苦心经营，就是怕他想起林峰之事。可是没想到，臭虫日日提醒他别忘了。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接触臭虫就会被他们带上邪路。林峰是张毅、唐喜，他们要不是招惹你们，我也不会这么累。你少在我面前演父慈子孝的戏，不过是制衡权术罢了，怕我将手里的料抖出来，殃及到东极市场。今日你带他来上课，但却忘了，今日他，昨日我，明日他，今日我。哎，有之比你自谦，乖顺，我甚是满意。
朔月，朔月。啊，对了，我认得你，只是你不记得我。哼，脸皮真厚，对待救命恩人，竟然想以身相许，以怨报德。报答救命之恩有很多种方式了。他们什么事？哎，西厂成立的这些年呢，始终与东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借由东厂的密报，就能让西厂撤销。那么，想要扳倒东厂，就要拿到西厂手中的重要密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的事情。对，你说的都对。从3年前你就是对的，错的都是我。哼，好一个神机妙算、步步为营的张毅！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我们在这儿说这么多没用的，还不如想想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个乳名呢。哎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个好名字，本打算是留给我和朔月第一个孩子的，没想到让你小子占了先机呀！将军请。冥冥之中皆是缘分啊！天官，天官赐福，但是天官2字是不是大了点？哎，那可不是，给孩子取乳名就是要往大里取，家族昌盛之家配得起天官赐福的福气。我呢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赠与兄长，此乃空慧大师焚香祈福的平安钱，能保佑孩子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等心意，配上我这乳名，只是好兆头的事情。好，那我就替孩子收下2位义父的大礼。将军，师姐，你来了。张毅，你听我解释，张毅，我并没有投靠西厂的汪直。诱敌深入计划确实是为战役所想，并不是我贪图功名啊，张毅。张毅，张毅，你听我解释啊，张毅，张毅，听我解释啊，张毅，你别走啊，张毅。杨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张毅呢？林将军呢？神机营呢？相公，你怎么了？这里是京师家中，哪里来的神机营？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还放不下？放下？我怎么放得下？林将军没了。神机营没了，因为我的提议他们都没了，你让我怎么放下？将军没了，神机营没了，爹爹快起来，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天官，咦，你的嘴怎么这么臭啊？你再不醒，当心娘亲就不烧我们的饭了。你娘亲永远是嘴硬心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娘亲做的小粥。娘亲。
娘亲，爹爹没死，爹爹醒了。啊，用力，对，挥舞。这样。来，再砍一下啊，砍。哎，对，哎，这样对吗？好。你瞧，张毅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张毅，我陪你一起送将军。你走开，将军不需要你这样的懦夫。滚呐！此仇无报，不死不休。陆大哥，对不起，你与我不同。为了你的妻儿，请你好好活下去，哪怕是趴着、跪着，守护住你现在的幸福，在所不惜。为了我，林将军，神机营牺牲的300英灵。他的心里装满了天下，怎么会没有放小野居的草原？这里合理啊。来者何人？没看到大理寺少卿张大人正出入大理寺。在下顺天府宋师陆世杰，拜见张大人。张大人，你看我并没有去七级市场，而去了顺天府做宋师。今日过来，就是想希望你我兄弟能好好聊一聊。陆宋师，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你在哪儿高就，依靠哪棵大树，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你在顺天府能铁齿铜牙于公堂之上，你是为百姓伸冤也好，还是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也罢，都与我无关。区区一个宋师，还想攀附大理寺少卿，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原来你就是坑害神机营300将士的军师，军师真是好计谋啊！下次最好绕着大理寺走。再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待尘埃落定，再兄弟相称。来啊，对，再来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所有的真相？真的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了一起，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如果这世上愤怒就能斩断情谊，那就不算是重要的人，也就不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了。如果我连你都骗不了的话，那怎么骗所有人？更何况你不是一个人，还有天官，还有嫂子要照顾，我怎么能把你放在危险的位置呢？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你？就是因为我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你知道这3年来，因为当初的提议，我的软弱，我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受苦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无论承受多少都会强忍下来，所以我才将替唐喜辩护的事情交给你。这件事情并不轻松，你根本不知道。你跟那些人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过我。其实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提出来诱敌深入的计划，林将军和300神机营将士就不会遭到汪直的算计，他们就不会枉送了性命。不用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林将军和兄弟们都回不来了。行了，猫一样的脾气，非要装老虎。你撒气归撒气，你真不打算认这兄弟了？你闭嘴！你知道这3年，除了家庭亲近之人，
有利可图之人。我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好像这世界上一切粗鄙之语都是为我一人而造的，你知道吗？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忍受这一切流言蜚语，但是我希望我的知己，我的兄弟，他能够明白我的决心，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视我为贪生怕死的无能之人，将我置身事外。果真是死脑筋的倔驴。你还记得我当初找你谋士，你问我天下宋诗何其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你？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你说过，你深信你我是志同道合之人，你要让我努力挺起胸膛做人，但是在这之前，你要请我揉碎所有的尊严，跪着。你以为这些都是谁告诉我的？计划第2步，待尔等被抓入大理寺审问，务必找寻安排可靠宗师，为尔等辩护出大理寺。在此，我推荐京师顺天府第1宗师陆世杰。此人背景，唐文字可调查。此人性情虽软弱，但贵在看重情义2字。世人欺他、辱他、谤他、误他、践他，皆可酣然一笑，从未迷失本心。这人呢？天官，我明明这么努力了，是不是该有人帮我？这些年，辛苦你了。大哥，三弟，你是疯了吗？娘子，快来！这就是我的三弟张毅，虽然看起来懒散无拘束的样子，但为人和善细腻，刀法了得。天官，快叫三爹！孩儿陆离见过三爹。小调皮，这会乖起来了。可当是什么事儿？我还以为又发了什么异常。二哥有隐疾，小事。心魔从战场上回来，他一直过不去那道坎，时常从这一宿疯魔的跑出去，见不得红色物件。是勒了俗他的戏份。君子死之际，提剑出燕京，这是男人的浪漫啊！虽然浪漫，怎少得了我这等美人？那我们回家吃饭吧。走。美人红袖露沾袖，飞花醉时香满城。如同天上降祥瑞，真是人间好光景。乖老头儿，你想什么呢？
风丫头，来，咱们回家。回家泡脚。你是来求证答案的吗？什么答案？人间至味是清欢，我们想要的向来都很简单。普通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我是来找猫的。回家吧。哎，这灯怎么与我平常见的不一样？经过我手的东西，自然是不一样了。寻常孔明灯，油点燃，在灯内燃烧一会儿之后，便会膨胀，随后放开手，它就会飞升上空。但我们这个呢，是要给贵妃娘娘看的天灯，自然是要用特别的东西了。来，拿好它。平波，别打扰你吴大爷，跟你别回吧。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呀。朝中局势如何？李晨阳再怎么自证清白，也无法成为第二个于谦。他在朝中早已是累功起级，无人再陈情。陛下更不会向全天下承认西极市场所办的冤假错案。李大人能特赦回乡，也算是颐养天年了。东厂并未给汪直打压或是说情。以不变应万变，商华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出头表态的。新任兵部尚书本来定的是东厂党羽，此事以后呢，又改为朝中的旧臣。虽然也是中庸圆滑，但是绝不偏袒一方权势。多年来一番兵权算计，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来，赌你一个。啊，确定？嗯。哎，吴子莲，我赢了！哎，有没有人说过，一棋不如观棋？观棋者没有得失心，才能享受棋的乐趣。何人高见啊？我爹。看来袁尚书最近有好好开导袁千户啊。哎，张大人，你以前不是很清高的在这儿多待一会儿都不愿意吗？怎么现在跟他是眉来眼去的？趁我不在，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去！袁千户，你是错过了好几千两的黄金，加你的情窦初开呀！你们都在忙我什么呀？男人的直觉告诉我，绝对不简单。哎呦，小大人可离男人差10万8千里呢。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上旨到！
大理寺少卿张毅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此次李晨阳劫持之案，大理寺办案有功，大理寺少卿张毅抓获藏匿灵谷寺谋逆贼子，特赏赐黄金1000两，空慧大师迦南念珠2串，飞鱼符1身，包家忠厚，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者都是客，若您不嫌弃啊，平日里也可以到我的小院里坐，毕竟我也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大闲人。唐少主出手果然阔绰，就是这眼光短浅了点儿。不过话说回来，在你这儿，确实不是个俗人。东极市场我还有要事要处理，张大人，告辞了。恭送宋大人。看来沈大人找我还有事啊。万贵妃为哀悼空慧大师圆寂，计划在大师圆寂的第7日举行祈福灯会，这是邀请帖。哦，祈福灯会，朝中官员都会去吗？自然是4品以上的官员。哼，今日我与宋大人同往大理寺寻你，丹青却说你到了此处，我本不信，不想亲眼目睹如此光景。虽然结案陈词是另外一番模样，但其中真相，你难道不知吗，张大人？张大人是从何时开始变得跟袁千户一样草率轻浮了？我原本以为沈大人只是被教条礼数束缚住了手脚，不曾想这心魂也未曾是自由的。他们与我打交道，如何就显得草率轻浮？唐少主巧言令色的本事见长啊！不服吗？不服出去打一架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较什么劲？沈大人，你说不过又打不赢，没意思，散了吧。袁千户，既然能从尚书府出来了，锦衣卫多的是事要处理，没工夫让你在这里闲扯，还不快随我走！你喊什么喊啊？吃炸药了？什么事儿？进来不想给尚书府招惹麻烦，最好不要往唐喜与张毅身边走。唐喜他就是那般江湖女子，我能理解。可张大人细数你我同僚，怎么就狼帮结派了？外贼易打，家贼难防。他们一次次踩他老虎尾巴，试图将其打死剥皮，唤醒老虎穷凶极恶的奋力扑食。恶虎祸害一方百姓，他不就该死吗？这朝廷真是真金白银的赏赐啊！这飞鱼符也有了。偏偏多了个万贵妃的祈福灯会。我看沈攸之不藏心事的模样，怕是猜到了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此，不是刚好给了你们机会？机会？你是说，万贵妃的祈福灯会？我们进入西厂密报机关十分简单，那个地方我闭着眼睛都能带你们进去，但要想拿到东厂的罪证案牍，就必须持有9连环钥匙。那你打探到钥匙的下落了？最近我的人在宫中打探到，汪直被软禁之后，为防止西矶市场再发生意外，如今这把钥匙正被万贵妃随身携带在身上。万贵妃为了防止西矶市场所做之事泄露，第一时间将钥匙打造成首饰，寸步不离身。既然如此，我们想要得到钥匙，那就必须潜入皇宫，从万贵妃身上盗取。
那这无非是从老虎身上拔毛啊。拔须。有老鼠。冲着花满楼来的？我看未必。你如今还在为商华效力，没有他点头，谁敢动花满楼？是冲我来的。他们想探我虚实，看来我们的行动要做最坏的打算了。我们已经在花满楼试探到，张毅与汤溪等人的确同为四方组织成员，并且他们正在谋划着，在空会大师圆寂第7日的祈福灯会上盗取贵妃娘娘的九环钥匙。那本宫是否该期待一番？孤独奈良城，今朝下正浓。八重银兰满，光照九重宫。今日有那么一瞬，我不敢直视袁灵的眼睛，无论是张毅，还是张毅的立场，我始终无法对着他说出任何不妥。我要回去了，你应该告诉张毅他们，不应该再进行任何计划。他们的所有行动已经被我们西极市场，甚至东极市场监视掌控，他们的行动只会丧命，毫无胜算。这不算背叛吗？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是。
素来听闻商场宫最不喜我们这些妇人平日里最爱听的孽缘情债、相思成灾的戏码。今日这单刀会，可如何？贵妃娘娘，这空会大事圆寂不到7日，您此番要我入宫，实乃不妥啊。谁人规定大悲不可奏乐听权？昨夜我与陛下听了拜月亭情女离魂，戏里戏外忆少年，夜风催泪红妆干，最后倒叫那唱曲儿的人嗓子受了凉，这听曲儿的人眼睛成了风云泪。难怪陛下今日早朝，精神比前几日顺遂许多，原来是娘娘的功劳啊。可我昨夜听了《窦娥冤》，许是年岁到了，竟品出了一些平日这戏文里不曾有的东西。娘娘，其实您喜欢的并非是关汉卿的曲目，马致远的更适合您。像昨夜的《汉宫秋》，陛下可没少哄您呐。有道是立名节，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移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看来平日我宫里的人没少受商场宫的照顾。都是诚意之礼。不知这东极市场的绿树竹篱，能否遮得了西厂的是非呢？贵妃娘娘，锦衣卫、东极市场、西极市场本就是同气连枝，向来都是睚眦必报，哪有哑巴吃黄连的？再说了，在刀尖上唱戏，都要做好死无葬身之地的准备。您说是不是？放毒暗杀，不要惊扰城中百姓，有杀无论，一个不留。哎呀，快去，走！哎呀，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千万不能出声，只要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吗？10年前，京师屡发朝臣或普通百姓家中一夜间满门被杀的惨案，最终东极市场却以狐妖现世的理由遮掩真相。解决方案只是请空会大师做法出面镇妖。京师灭门案如此草草了结，真相在京师百姓心中不言而喻。京师亡命、诓财、邪仇，视东极市场为枯穴，何其荒唐！小公子命中于老衲，有绝处逢生之机缘，与我回灵谷寺，却仍是死局啊！若你想活命，需挥去泥骨于世界，卧薪尝胆，快意恩仇，忍辱偷生3载，3载，再3载，10年恩怨，破浮屠。张毅死了，
多望大师，救命之恩！谁来救救我？我真的还能活下去吗？爹，我要救他。哎，天下乞丐众多，你是见一个救一个。是唐门少主，将是江湖第一剑客，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乃侠者。我唐喜之名必将名扬天下，威震江湖。剑指苍天笑，天怜侠士才，天命也。空会诚不欺我，孩子，你命不该绝，又与我唐门结缘，我会派人授你安身立命之法，以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1上2上3上。准备，放！在唐门的帮助下，我的户籍变为2级，拜师学艺，加入神机营戎马战场，得到手刃奸贼的机会。末将张毅拜见将军。好，早闻你骁勇之名，今日一见，好个身长8尺、英姿勃发的少年郎啊！陆军师，你瞧瞧，容貌倒比你还俊俏几分。哎呀，将军莫要取笑我，张参军是凭本事入我神机营，今日仔细一看，确实容空慧大师见他入神机营时揶揄，让咱们把军营周围的姑娘都看紧点儿。将军的棋艺又精进了不少啊！兵者，诡道也，实则虚之，虚者实之。我棋艺虽不如你师承空慧大师精湛高深，但从这兵道之中，也能摸索一二。空慧大师棋艺那可是楷模啊！将军，张大人，陆军师，这是您京师家中送来的加急信。家中有喜，家中有喜啊！何事让我们向来稳重的军师如此惊喜啊？禀将军，是大喜。哦，家中书信，娘子怀有身孕3月有余，如今胎相安稳，盼我行军结束，早日归家。别看我们陆军师平时像个手无缚鸡之类的白面书生啊，这到了关键时刻，是个绝对不含糊的真男人呐！成亲不过3月之余，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怪不得陆军师前几日行军的时候，走路形同杨柳，小腿直打颤。你的努力没白费呀！你小子到了而立之年还不成家，成天在军营里跟那些老兵蛋子们混在一起，我看以后哪家姑娘肯接你这主？去的！哎，陆军师，你这消息不灵通啊！但还真有女子就好张毅这不着调的尿性。你别说，我知道，好像是张伙夫的妹妹吧？张毅，要我说，那姑娘确实对你一往情深，不如你就从了那位姑娘。日后呢，你2位哥哥呢也能沾你的光，加个鸡腿什么的。哎，我说你俩得了啊，别调侃我了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上门提亲的啊？哦，难得我们张毅啊，提亲姑娘啊，
哪家姑娘？年方几何？可有小相？来，让我们瞧瞧。自然是要入赘属地，再多呢我也就不便说了。这会儿应该在外面玩呢。哎呀，哎呦，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这瓜娃子的婆娘，听说比前一阵子大闹军营的原尚书家的魔王还要混几分。哎呀，想要取得如花美眷，可真得要凭几分好本事。世间霜月满地，朔月唯有一轮。我家花娘子也是我百般求取而来。要我说，你们这种即将成亲之人和已成亲之人，就是不懂我们这种未成亲之人的快乐，对不对，福哥？张大人，等这次战役结束之后，俺也要成亲了。你也有这种好事啊？场尉大人，我知道身为场尉暗桩，想要金盆洗手是坏了江湖规矩，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做这等营生了。若脱离场尉，是要自费看家本领的。没了本事，你今后靠什么养活自己？废了本事，我可以再捡起来。只要人不死，本事就不会丢。哎，有人愿意撞南墙，我自然不拦着。爹，嫁妆的图案是我和张婶聊的，他们啊都说张婶是双全人，家中父母公婆双全，儿女双全。我希望我也这样。我虽然没有张婶那么大的福气吧，但我希望和福哥成婚以后，儿女双全，爹爹长命百岁。你呀，要是嫁给了张秀才，你的这个心愿呐，十有八九的是能够达成的，可偏偏又是猎户家的傻蛋儿。哎，他要是青袍美少年，我便当你是猪油蒙了心，也没瞎了眼。可那玩意儿，呆头呆脑，黑不溜秋的，跟块炭似的。哎，你让我怎么说？你不许这么说，福哥。我和他已经定了亲，你再怎么不喜他，那也是我未来的夫君，你的女婿。再说，你也没少吃人家送的山兔子肉。他要是把山兔肉都给我端了，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啊？也就是你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嫁他，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定这门婚事。神机营6品校尉，名头听着好听啊，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人。杨门女将的戏文听过没有啊？一打起仗来，今日成亲，明日就成寡妇。将门且如此，小兵亦如何呀？要我说呀，不如回来当个猎户。呸呸呸！不许这么说他，明明是你说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8尺躯。福哥志在与神机营将士们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怎么到你这儿又说三道四了？来，过来。
是爹爹对不起你。一走，让你没了娘亲，又毁了这如花似玉的皮相，最后又嫁了个不入眼的女婿。爹，爹，我已经选中福哥了。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已经认定他了。哦，对了，我和福哥已经商量好了，等成婚之后，在他家院子里再盖一间屋，我们把你一起接过去，咱不分家。这不合规矩啊！你告诉他，盖东西2间小房。我东西多，放不下啊。进来。拜见岳父大人。你怎么来了？这是今天早上刚打的神机，给岳父大人打牙祭。你还有3个时辰就要走了，干这些劳神子活干嘛呀？这不是想让岳父大人看顺眼点吗？我要走了，让岳父大人在你跟前多念叨俺2句好话。哦，对了，林峰将军已经答应俺了，等这次回来，他给我们主办婚礼，到时候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没想到啊，还有机会能见见大英雄呢，厉害呀！真美。以后别擦这些东西了，是药3分毒。你我情谊不在于此，能青梅竹马结为夫妻，是俺3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啊！这还没成亲，就是成了亲，也不准在我跟前啊！可我还是放心不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爹和我娘从空慧大师那里求得的平安扣，我自幼带在身上，如今你拿着，就当是我陪你了。疯丫头，这种有灵性的物件怎么能随便送人呢？给我拿回来！不许，它就是我的命。我等你，平安回来。我会回来的。商场公，神机营大军开拔在即，临行前我有桩心事要聊。这是我按照将军府迎娶主母规矩下的聘礼，朔月是我花钱从花满楼接走的，我已知其中缘由。我身为神机营将军，本不该平白无故受他人恩惠，既然是自家女儿，礼数不能少，嫁女儿该有的体面应当得有。林将军，你今日能来寻我，这证明朔月姑娘已经跟你摊牌了。她追随我20年，我视她如己出，虽安插在花满楼做花魁，但生性如野兽，切不须被男人同情。能得到花娘子的亲情，林将军也是好本事啊！对待朔月这般奇女子，给予尊重与自由，她的心自然能够找到归宿。商场公若是真将朔月视如己出，而非东基市场的得力场卫，会因她流泪而不知所措，百依百顺吗？她只不过是浮于表面，做戏而已。拥有真正的资源和实力，才是她生存的根本。商场公教女有方，自然不假。世人对待女子的教养，大多都是贤妻良母，以成亲为使命。琴棋书画不过也是名门闺秀的必要条件。终其一生无聊反复，不得头绪。朔月却是自身闺色的花朵，令人着迷啊。
林将军，如果真心想娶朔月姑娘，那我就将她以左都御史嫡女的身份嫁与你，这样朝堂之上也不会有人诟病，还有对你日后的仕途也不会受到影响。此事林某早已深思熟虑过，我既然已认定了花姑娘为妻子，何须在乎她的出身如何？成亲之后，我便带她到西域边塞、海域南疆，为她拼个体面诰命夫人的头衔。夫妻二人逍遥自在，何须在乎他人之所见？好，林将军果真是通透性情中人呐！我会按照你的规矩，将花娘子送你府上。上长公，军中事务繁忙，我就不叨扰长公了。林将军，此次瓦剌进犯，还需要你多费心操劳啊。上长公，大丈夫既已身许国家，许知己，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家卫国本就是我大明男儿的分内之事，朔月也十分中意我如此。将军，方才言论史书有些不妥，大军即将出行，您现在与东极市场开诚布公，属实有些莽撞了。现在朝廷之中，常为离间诬陷、罢免税之大有人在。若您此次为表忠贞之志，此次凯旋归来，我便会向陛下辞官归隐，其余的事儿不许多说。将军去哪儿，我便去哪儿。将军别丢下我们二兄弟便是。好，好兄弟。刚才你也预先见识到了，以林将军的胆识见识，能得到华娘子的青睐，不足为奇。他既有盖世英雄的资质，又能在朝堂上处事以诚相待，绝对不是一个武蛮子。若他只是单纯的国之良将，何须你这样大手笔派花娘子接近？再怎么说，那也是我大明朝唯一火器部的神机营将军，骁石、火炮、火铳、火箭、火戟里，大小铁炮、神机箭，拥有这样的兵权，带再少的兵都会无往不利。谁不想吃这块肥肉？但他林峰太过拥立自宫，难以制服。我本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了一场不用功，但谁曾想，你做了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美丽的花，终将枯萎凋零，这也是拥有生命的宿命。宁可自损800，也要伤敌1000，将它永远停留在最为绽放的时刻，也无可厚非。花会凋零，月之伊始，周而复始。我怎会容得下这种蛮子摘了去？不过，神机营到头来还得我西极市场出面处理。林峰要怪，就该怪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这回没人能帮得了他。此番战役由汪长公
代替陛下带援兵而来，对于我们来说，当真是有如神助啊！我虽是内官，但这些年也常常带兵征战，立下赫赫战功。但比起将军，还是相差甚远。唉，此次前来援助，也是不想神机营太过损耗兵力，保我大明一方平安。如此，林峰将军率神机营大头阵，引瓦剌大军到峡谷之中。一旦大军入谷，汪场公带援军埋伏在四周，伺机伏击。如此，我军必将大获全胜。将军，此举太过冒险。若是瓦剌未能进圈套，或者援军未能及时赶到，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瓦剌诡诈，我们才要以他们最为害怕的神机营为诱饵，让他们以为大军在峡谷之中，而并非伏击。此计甚好，在此愿意助将军一臂之力。若将军不放心，你可派军师伴我左右，时刻提醒我出兵的时机。此次战役能得到西击市场场公相助，简直是如虎添翼啊！汪场公有将帅治世之才，难怪朔月常将你挂在嘴边啊。怕是说我只不过是个会挟势弄权的宦官内臣吧？哎，汪场公且能小觑自己，长他人威风。朔月视你与商场公为至亲至爱之人，绝不会有半点诋毁的意思。哼，玩笑之言。功名利禄可以再争，若重视的人没了，就无济于事了。将军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朔月与我的情谊。好，那一切就仰仗汪场公与我配合了。爹，好看吗？福哥前一阵子在信里说了，神机营马上就要凯旋归来了，陆军师的妙计必能大获全胜，到时候他还能立个军功，我们盖瓦房的钱还能多出来呢。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呐！哎。真是白便宜那个小子了。爹。瓦剌大军已派出主要兵力来应对我神机，如今已落入军师圈套，只等西场援军及时收网。长公大人，一切已经准备就绪，瓦剌已持神机营诱饵进入圈套，成败在此，就等您天降神兵。我大明朝只有断头将军，没有缺席之辈。神机营众将士听令，今日死战！我将武装准备。
陆军师说的什么话呀？我大明神机营靠着火铳、火炮自建，人没了可以再造。长公大人，求求你了，您赶快发兵吧！他们是被我大明浴血奋战的战士，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呐！他们同意充当诱饵时，就应该知道，有些牺牲是必要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神机营誓死护卫将军政权，尔等休想靠近半步！西城联军为何还不来收网？西城燕贼王之神机营300将士。今日找了太原道，我谈怕是不能凯旋。我此生不负门楣，不负大名，一生无悔，唯独负了我那为国门的妻子。山之为山，江之为江，如山屹立，随江逐流，丹心辟邪，此生无憾。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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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时辰已到，出兵收网。将军，援军来了！将军，援军来了！张掖，张掖，谁呀？张掖，是我呀！张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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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小哥，有福哥的信儿了吗？巧儿姐姐，别等了，方才我给福哥家里送了信，神机营诱敌深入，300将士战死峡谷，福哥他死了，如今尸体正在运回来的路上。
身为军师，是我支持林峰将军与西厂提督汪直联手以破瓦剌大军，是我对不起将军和神机营死去的300战士。我独活于世，日后有何脸面再去看张掖，还有在下面的他们？没出息！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不是说前线瓦剌大军大败，为何京师人人愁眉不展？你何时只执迷于结果？你能在武林大会取胜，你付出了多少？那么一场战役获胜，又要付出多少代价？神机营300多将士，归来之人寥寥无几，到底是谁负了将士们的热血？你怎么忍心让他跟恶虎对视？因为他是自由的。听闻张守备入神机营是为了立功进锦衣卫，我这儿最近倒是空闲出锦衣卫4品镇抚使一职。怀大人，张毅生性鲁莽，这次经历生死之战，又多了贪生怕死之恶习，难担锦衣卫重任。前几日我已奏请陛下，看在已故将军林峰的荣光，赐予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为百姓排忧解难。张毅，张毅，我陪你送将军。你走开！将军不需要你这样的懦夫。滚蛋！此仇不报，死不休。这些都是将军留给你的。他说，神机营今日找了他人的道，我等怕是不能凯旋了。我此生不负门楣，不负大名，一生无悔，唯独负了我那为国门的妻子。他是如何死的？将军死前，亲手杀死瓦剌30余人，站在我神机营300将士尸体面前，屹立不倒。义父，王迟，你们为何如此待我？乔儿，乔儿，乔儿。
做的啥呀？你个破小女！你怎么能不想自己一个人在世上？青梅竹马，两无猜，生不相守，死相随。黄泉路上结伴行，夫妻恩爱续来世。王直怎会去增援神机营？他从来不干这种损兵折将之事。一骑失常，乔儿，你和女婿安心上路。只要爹还活着，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我大明神机营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你整顿统管神机营已3年有余。
此次兵部尚书一职，我有意向陛下举荐于你，对此有何想法？末将惶恐，兵部尚书一职，东极市场那边早已属意，怕是……昨夜李晨阳在刑场对接，东极市场掌印冯海遇刺，你应该有所耳闻了吧？若能当此大任，末将必定安分守己，为长公肝脑涂地。知道陛下为何将神机营前任将军林峰生前所佩戴长剑与火枪供奉在此吗？3年前，林峰林将军率领神机营300将士在峡谷设下埋伏，引诱瓦剌用1万骑兵逼近，抵御到最后一刻。王长公能及时率领援军迎击瓦剌，大获全胜。林将军与300将士虽死犹荣，大明将士必以此为榜样。小小薄礼，还请将军收下。多谢王长公。这是追随我多年厂卫的武器，我记得它叫牙，照顾过东极市场厂工商华，直到5年前我成为西极市场厂工，统管大明所有厂卫，又来照顾我。我并非狭隘之人，可他却拿这把匕首想杀了我，最后自己成了刀下亡魂。末将必不辜负王长公一番心意。万藏于心，莫表于情。在这京都皇城之中，我终日能看到各种厂卫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不现在杀了我呢？如果我是神机营将士或是厂卫，就会开枪把我杀死。就现在此时此刻，但你们从来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末将不敢。仔细想想，你与我到底是为何人肝脑涂地？莫要妄加揣测。我宁愿相信雪女窦娥现世召唤，李晨阳学了妖术。我听闻灵谷寺走的都是东极市场的暗桩，西极市场又走了大事。我说了，今天晚上好多达官贵人宝马香车往宫中方向去了，是有大事要发生吗？听说是为了祭奠空会大师举办的祈福灯会，邀请了4品以上的官员携家眷参加，万贵妃亲自主持。估计也是去参加。大人，记得我叮嘱的吧？宫灯飞起，一切顺利。嗯。裴大人、张大人，失礼了。今日宫中祈福灯会，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利器入宫，随行侍卫和车夫在宫外等候着。好，你们先回大理寺吧，无需在此等候。是，大人。他们再胆大妄为，也不敢擅自闯入这戒备森严的大内之中。你若有心思包庇他们，也该看清楚今晚形势。西极市场那位，今晚必有所行动了。那张仪若是带唐喜入宫，岂不是困兽之斗？锦衣卫听令，在。严查祭祀灯会宫女太监身份，防止唐喜之流混入。一旦发现，立刻带到我这里。是。与其落入西极市场手中，不如先下手为强。张仪，万不要做傻事。水墨、丹青，你们怎么回来了？不用在宫门前等候裴大人跟张少卿吗？咱们家大人向来不讲究这些魔人虚礼。待到今夜祈福孔明灯在宫中升起时，丹青，我等出发迎接。还有许多卷宗没有整理。哎，什么？你等等我。话多。
一切如常才不会生疑嘛。禀大人，我等已平安护送张少卿张大人入宫参加灯会，接下来就只能看他们2个人的造化了。要我说，张大人这次就是《水浒传》里武大郎娶媳妇儿。什么意思？凶多吉少。让你平时读《水浒传》呀，净看那些没用的，说书的那一套。古公胆父，来朝走马，绿溪水浒。至于旗下，我能为张毅做的，也只能到这里了。期待今夜宫中祈福宫灯照常升起。你潜入内宫，务必多加小心，找到他们，尽快会合。静候佳音，切莫心急。贵妃娘娘、贤妃娘娘前来拜见。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她倒是专挑人不红不好的日子来。贤妃拜见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万福金安。妹妹平日里忙着照顾皇后娘娘，今日怎得了空到我这宫中看我这老人？许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姐姐说笑了，我遇到的难处无非是寂寞空庭春欲晚，这些年来倒也习惯了，不似姐姐得了天下女子最想得到的一切，令人羡煞不已。也是难得听你说这些丧气话，分明是大实话。我到了这个年岁，还想争个一儿半女的，才是宫里的笑话。来人！陛下特意命司制房为姐姐缝制了祭祀祈福的衣服，皇后娘娘已过目，特意命我送来帮姐姐梳妆打扮。放肆！司制房是怎么做事的？难道这凤凰图案岂是本宫用得了的？贵妃娘娘息怒，这衣上的图文是陛下亲自绘制，司制房7日连夜加工赶制而成，并非我等擅自做主，否则也不会送到皇后娘娘那里去审阅一番再送来。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后宫女子多是色衰爱弛，荣辱与家族荣宠相连。姐姐凤雏展翅，荣宠后宫18年有余，如今更有小皇子傍身，难道还不明白自己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明白又怎样？如今啊，就是再怎么装扮，都抵挡不过岁月的纵横浮凑。世间女子皆渴望岁月静好，停留韶华，但女子一生，如春花含苞待放，生如夏花之绚烂，如秋叶明艳成熟，冬雪清美凛然，凡所经历，皆是馈赠。比起入宫的新人，媚态天成中多了沉稳端庄。
与其担忧辞尽容颜，不如想着不要丢了心。今日有劳妹妹了。那妹妹这就向皇后娘娘回话，愿贵妃今日祈福一切顺利。前方工人站住！祈福灯会就要开始，宫中严查所有人身份。禀大人，我大胆！贤妃娘娘，你们也敢来？出门不带脑子的东西！祈福灯会就要开始了，贤妃娘娘要为皇后娘娘伴驾凤鸾。若是误了时辰，怪罪下来，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呀？公公提醒的是我们莽撞了，请贤妃娘娘恕罪。贤妃娘娘，请。拜见东堤市场提督大人，锦衣卫同知大人。不知两位大人来访大理寺有何贵干？我等收到消息，怀疑大理寺卿裴延东裴大人和张毅张大人会遭遇歹人毒害，所以我等特意前来查看。哎，提督大人多虑了，这裴大人与张大人是我等亲自送入宫中，参加贵妃娘娘的祈福灯会，怎会在大理寺遭遇？不知小儿，区区个大理寺，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等所说？来人！搜查大理寺上下，不得有任何遗漏。李晨阳案件落定，张少卿立功受圣上嘉赏，此事容光焕发，不颇有春来发几枝的意味？难不成近日好事连连，有什么好事要通知我们？王尚书也与我们，大理寺能顺利破案脱身，已实属万幸。若是李晨阳被刑部负责的话，王尚书不一定比我好到哪儿去啊。哎，张大人，你这就有点无中生有了。那李晨阳本就该是你们大理寺负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袁尚书，你来评评理嘛。挺好的。不是，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哎，王尚书，此事已尘埃落定，结果是圣上裁定，自然是好得了得呀。哎呀，看来袁尚书啊，真是段氏的一把好手呀，难怪家庭和睦，母慈子孝啊。您羡慕？那么您来呀。我家园林尚未成婚，若是王尚书如此抬爱，是我等高攀不起。商场公来了，拜见商场公。大家不要客气，继续啊！张少卿，我方才环视四周，未曾见大理寺卿裴大人，不知裴大人到何处了？裴大人在刚进来的时候，突感身体不适，这会儿应该是在方便呢。张少卿，人有三急，若是急，怎会又慢得？我不过是有事耽搁了，姗姗来迟，你就要在这胡言乱语，妄自菲薄。大人，裴大人，这是被何事耽搁了？下官去对过看了下季氏夫人，我的夫人头一次参加宫宴，难免会有些紧张。方才我去嘱咐两句，以免出差错。了然。哎，大家继续吧，啊！
没想到张毅会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更加大胆地冒充朝廷官员家眷混入宫中。此事揭穿，无疑是让他们自投罗网到西街市场天罗地网中。张大人，我可不记得裴大人的继室夫人是渊人，今日便是。如此一来，汤系混入女眷之中。什么叫混入？对面可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女眷，别乱说话。你们为何事？不要身家性命的潜入宫中。自然是为了百姓祈福，愿国泰民安。这位夫人看着眼生，不知是哪家大人的女眷呀？啊，是裴元东裴大人家新娶的继室夫人。哦，裴大人呢？裴大人可真是不容易。我也不容易。裴夫人再稍等片刻，等祈福大会结束，我们便可离开皇宫。有劳这位姑姑。万贵妃驾到！万贵妃换了符纸，硬是发现钥匙丢了。如若没有看错，带队的礼部司仪应该是西集市场的汪长公吧？诸位可得了陛下特赦汪长公的圣旨？那就得看皇上旨意了。毕竟汪长公不亏我等所管辖呀。诸位大人，在祈福灯会开始之际，万贵妃宫中，陛下御赐之物遗失，兹事体大，为不伤及各位大人的颜面，现在进行全面搜查。会才刚开始，大人，得罪了，得罪了，大人。御前公事。王大人，得罪了。大人恕罪。是。大人。得罪了夫人。禀告大人，没有搜到。贵妃娘娘，女眷身上并没有您的钥匙。从万贵妃身上顺利拿到钥匙，万贵妃必然会发现钥匙丢失。到时候皇宫上下禁言，我们该如何躲开搜索，离开皇宫？伪装。再也没有比你们更擅长障眼法和移花接木的。万贵妃会把钥匙佩戴在身上，说明这是一把做工精巧的钥匙。只要我们拿到钥匙之后，把它快速的外部包装，成为灯会上最常见、最让人容易忽略的东西就行了。我知道了，当晚所有家眷都会佩戴发簪，我们把钥匙变成发簪。我觉得还是不够安全。如果他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有假，必定会仔细搜查。我们每个人可渊然无千古，学习如何将钥匙快速在现场的每个女眷身上移动。只要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能回到我们身上就行。张长公，娘娘，你莫不是觉得本宫在这儿为了一件可有可无的物件，劳师动众，满朝文武，演戏呢吧？来人，把大理寺裴元东裴大人带上来。锦衣卫同知尹峰拜见贵妃娘娘。我等收到可靠消息，大理寺卿裴元东裴大人可能在今夜灯会前遇害，所以我等特意赶到大理寺一探究竟，恰好救下昏迷不醒的裴大人。
沈真副使，还不速速将这假扮裴大人的歹贼拿下！沈大人，你的心靠向哪一边？想清楚了吗？你死到临头还敢蛊惑人心，沈真副使，难不成还要我教你如何审问这歹贼？属下不敢。吴千古，为什么假扮朝廷重臣混入宫中？你到底有何企图？我听闻今夜祈福灯会是由贵妃娘娘亲自操办，我早就想要一睹贵妃娘娘之风采，没想到竟碰到了大内搜查飞贼。锦衣卫何时变如此心慈手软，任由他人这般狂妄？还是您教导无方？说，为什么偏偏选中假扮裴元东大人？说，为什么偏偏选中假扮裴元东大人？我身边年岁节庆的，也就只有裴大人了。我倒是想照着上场功您，照着上场功样子来，也得有机会呀。好一个口无遮拦、地下犯上的逆贼！再不把幕后主谋招出来，即刻将你处死，以正视听。王督主，这种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以免脏了您的手。交给你处理，怎么还想给你义父再丢一次人吗？机会只有一次，抓不住就不属于你了。是我僭越了。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你现在出手就是送死。要是在皇宫被捉拿的话，唐门上下难逃干系。我不得眼睁睁看着快乐的。你现在跟张毅跳出来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功亏一篑。你毁掉整个唐门，他毁掉整个大理寺。王长公，我虽是被东极市场锦衣卫所救，但身为大理寺卿，这大明律律我还是熟记于心。这冒充朝廷重臣，无官而诈称有官，有所求为及诈冒官员姓，杖100，徒3年。这你擅自处死，是依据大明律哪条啊？裴大人，你是想包庇此人？我只是依照事实说话罢了。我被救的时候昏迷不醒，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正好，100杖换100鞭。若是王直有意抽打吴千古，这100鞭下来，必死无疑。王长公，老夫认为今日是空会大师圆寂第7日，
佛家本会杀生杀戮，这样的日子里，非要生出一场血光之灾，日后影响国运，谁都担待不起啊！贵妃娘娘，如此万万不可呀！日后若有变故，娘娘如何面对陛下，禀明今日之事啊？罢了，祈福灯会继续，但宫中混入贼子，此事又涉及大理寺上下，暂将大理寺官员家眷看押，以免再生是非。请吧，张大人。在钥匙没找到之前，所有人不得离开，如有异动，格杀勿论。与其说这些话，还不如叮嘱一下你今天不太灵光的义子。拖下去。丫头，快跑！呀！生来自由，死也得由我自己决定。哈哈哈哈哈哈！江湖再见，再也不见。你想看到什么样的幻术景象呀？比起山水花鸟，我更想看到西域的沙漠之景。不过你的幻术都是假的，最后还得靠我自己想出来，不如自己动身去看了。谁说我的幻术是假的？虚虚实实，真假参半。如果我让你在京城就看到大漠景象，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呢？你看什么？前天晚上就是个错误。美丽的错误啊！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啊，你们可以拥抱这世间的自由，感受爱，享受平常人的生活。这些话我姐夫跟我说过。然后呢？他死了。看来一切顺利。哎，娘娘！
我是万贞儿啊！胡说！你竟敢顶替本宫名讳！这大明朝上上下下没有人敢如此！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哪里配得上我万贞儿3个字？德不配位，必有余殃。放肆！你这贱婢，竟敢如此污蔑本宫！我虽是宫婢出身，但我自幼服侍在孝公孙太后身边，19岁照顾2岁的陛下，享过他当太子的富贵，也同他一起经历过被贬为夷王的苦难。他敬我，怜我，护我，我对他也何曾不是一样？而你被权欲迷了心智，企图妄纵小人，害他性命，害他江山，害他子嗣，你对得起这样的陛下吗？贵妃娘娘，快用手捂住口鼻，小心受到有幻术的药剂。贵妃娘娘，望之，你说，今天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做的？为何会爆炸？先日这灯会都是你一手操办，我从未准许西极市场采购消食，这消食由何而来？贵妃娘娘，此事与我无关，莫要轻信那妖人的胡言。把王直给我拿下！贵妃娘娘，王督主得罪了，毕竟这是贵妃娘娘的指令。我想陛下很快会带着御林军和锦衣卫前来，大家稍安勿躁。张毅，他们已经逃走了。沈真副使，还不快去捉拿逃走的贼犯！袁千户，随我出城抓捕唐熙等人。是。看来今天我们要死在这儿了。唐熙，你武功最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放心，你比我长寿。他们人多势众，不可久斗，想办法打开宫门，与陆世杰会合。你负责沈由之他们，美人负责那些忍者，我去开宫门。宫门一旦打开，全部逃命为主，不要恋战。好，分开行动。我乃东阳第一剑客藤井武藏，今日受西厂委托去尔等首级。哼，巧了，上个敢夸自己是第一剑客的人，前些日子刚刚入土，倭寇也要入乡随俗了。张少卿，方才乌千骨已经就地伏法，你受匪贼胁迫，到宫门处请报，此事无需多虑了。谁说我是受胁迫？张毅，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们拿到的东西交出来，不然今天谁也别想走。要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刀给你。哼，看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手下留情啊！
用的，你们今晚就不应该进来。我乐意。你们这么拼命值得吗？小小年纪还没打就学会瞻前顾后了，不斗就死掉，多没意思。只有一直斗下去，才不会输。即便死了，也不后悔。废话，千本来帮我们了，你们两个先拖住他，我们去开宫门。好。快去帮他们，这里交给我。千本，为什么？千本，千本，唐姐，接着。千本，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千本，千本，今日江湖规矩，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不死不休。够了！看谁敢上前一步！我大内皇宫出现倭国忍者，反不杀外敌，杀我大明儿女者，皆视为谋逆，格杀勿论。沈攸之，到最后你都畏首畏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有人听令！所有人听令！我等赶来时，唐谢等人已击杀倭贼，从宫门逃走。都听明白了吗？还不快走！不要再回来了！走。
大理和唐姓人呢？妇人之仁。多余的情感，都将成为你权力巅峰上的绊脚石。我何时让你失望过？哎，这怎么就你们三个？老吴呢？相公，
我们已经成了通缉要犯了，是我对不起你们。箭在弦上，不可不发。眼下，我们必须赶在商华汪直之前，到达西极市场密保机关。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知道，不能让怪老头白点了炮仗。钥匙，钥匙，钥匙！钥匙呢？钥匙怎么会不见了？我怎么知道会不见了？后宫门口还在我身上，然后日本忍者偷走了钥匙。是有志。真的太可笑了！我们费尽心思，倾尽所有，甚至牺牲了兄弟，最后却一无所获。怎么会一无所获？怪老头不会这么白白死掉。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钥匙也没了，就算我们到了西极市场密报机关，咱们也无计可施呀。指不定又丢了信物。陆大哥回你的顺天府，美人回他的西域，我回我的唐门，各奔前程。唐喜，我觉得是上策。什么人？蜀中世家纷争事，暗起云涌，萧九天。成天造化我为奴，百济难如此技术。唐门千机阁长老唐天坤见过少主。三长老如此年岁，特意从蜀地前来，想必是有什么要紧事。少主啊，你所做之事，唐门上下都已知晓。今夜壮举就不必我多说了吧。你若孑然一身，我等绝不横加阻拦。可你是少主，门派立场，家族荣辱。不要再参与任何四方活动了。既然你们都成了通缉犯，不如想办法外出躲躲风头。这一点唐门可以帮忙，但与东极市场抗衡，怕是办不到了。东厂成立之本，是为国为民。作为常尉，须忠义勇志，纯正不屈，行事勿忘，勿纵。如此一来，方能如岳飞一般，百世流芳。
少主，此番回去，凶险万分，您还要将自己大业于世。若你执意要跟他们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其实3位长老一直在暗处等候你的回复啊。甜吗？甜啊，是咸的。我骗你的，这只是普通的糖。你每天吃怎么会吃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味觉，一个食之无味的人。每天表演着津津有味，用你的虚张声势来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我们都疯了！走吧，我想回蜀山了。想吃担担面，想看看后山的墨有没有胖了去。美人，你跟我一起，还是回西域？我肯定跟您走啊！我答应过姐夫照顾你。少主，少主，你不能走，这里你武功最高。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游戏结束了，该回家了。你也是有妻儿的人，自求多福吧。什么叫自求多福啊？你不是说我们是志同道合之人吗？我们都冷静一点，只要我们在一起，总会有办法。你让他走，别说什么胡话！你留得住他吗？你能对他门派负责吗？义父，现如今万贵妃都不肯再保他，此时留他在此处，恐怕会后患无穷啊！难道我不知道，他们在万贵妃那儿种下了心魔？千算万算，没想到吴千古会用祝由术，让唐喜他们在万贵妃那儿拔了心头的疮，还种下了魔。是我当年小瞧了他的本事，本以为只是些戏法千术，不想越发高深，死了，怪可惜的。袭击市场必然会被撤销。今天你能在这儿，就是告诉你，把我的东西拿回来。我确实还有几分可靠的势力能交给你，但你打算如何安顿我？安顿你？恐怕你已经早就安顿好自己去东洋了吧？要不是路途遥远，需要更多的人马来运输你那些金银珠宝。你将我扣留在东极市场是为了什么？想报我这些年给你受的窝囊气，还是拿我给你的义子上课？
让他明白，与你为敌，就是这般下场。拿回我想要的东西，以绝后患。张毅、唐喜他们逃走了，钥匙却留下来了。这事儿好生蹊跷。重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有些变化，往往都是在过程之中。我东极市场不会让他们在外面逍遥快活的。传话下去，赏银1000两，捉拿唐喜、윤然、张毅，提人头者封千户。张毅，张毅，张毅，你要去哪儿？张毅，东极市场必然在通缉你。张毅，张毅，你先别走啊！张毅，不然先去我家避避风头，咱们从长计议。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不开心，咱们现在有结果可能比3年前还要糟糕，但是没关系啊，咱们兄弟俩可以找个僻静的地方，咱们先从长计议啊！不要总是咱们。如今没有安身立命之所的只有我，没有你。不是，你这说什么话呀？大实话。3年前，献祭的是你，站在汪直身边的人还是你，今晚站在宫外的仍然是你。你一直把自己置身于世外。不是，我也想进去啊，可是你们说了我不会武功，让我在外面待着呀。你永远拿自己的弱小当借口，让我们顾及你、照顾你。既然这样的话，你又何必选择参与进来呢？你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是拖累。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肯定不开心，你要想发泄，你就都发泄出来，没事。我问你，你能做什么？如果现在追兵追过来，我是选择自己逃命呢，还是选择跟你这个不会武功的一起去死呢？那既然你什么都帮不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不是，张毅，你听，你赶紧走！滚呐！张毅，我身上就这些钱了，你都拿着，小心点儿，小心啊！来了，天都亮了。我问你，那日来花满楼袭击的忍者，他们并非是想试探我，而是想将我们所有人灭口，就像昨晚宫中一样，对不对？哼，没错。此时的我，应该是为商华效力。其实自始至终，重要的都并非是那把钥匙，而是汪直本人。那把钥匙，我同样有一把。但没有汪直的引路，还是没法到达西极市场的密报机关。密报一开始就是错的。好一个一仆二主的花娘子！你为何这么做？我们四方行动分明，马上就要成功了。成功？你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吗？把西极市场扳倒，让东极市场与场外的朝中势力彻底消失。在商华找到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不过是他的棋子，卑微、渺小。当初为何要加入我们？可能是我当时太绝望了，你们给了我希望。但是到了现在，我太想结束这一切了。商华给你开了什么条件？当然是把汪直的项上人头亲手送上，期限就在今天。既然如此，那你告诉我，西极市场的密报机关到底在哪儿？
商华已经得到了药师与王直，今天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张毅，我与吴千古早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了。那一盏盏祈福灯，正是吴千古为自己编织的送魂灯啊，为的就是你们在这世上还能有活着的生机。哎，这灯怎么与我平时见的不一样？既然是给贵妃娘娘看的天灯，肯定是要用特别的东西了。记得我叮嘱的。宫灯飞起，一切顺利。放弃计划，我能帮你逃离京师，前往西域。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当下，不需要背负太多的东西。我一个人去就足够了。陆世杰可以继续他家长里短、和睦幸福的小日子，远离纷争，不问世事，过安定富足的生活。唐喜可以继续当他的逍遥门主，以他的资质，必能成为一代宗师，江湖传闻。渊然可以继续研究他的蓬头傀儡，牵丝戏，曲中人。你可以到西域，虽不能为官，但可行侠仗义，维护百姓一方安定，总比在这京城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好。现在，决定权在你。听说昨夜宫中起了烟火，你们可曾看到？哪里是什么烟火呀？是刺客闯入宫中，惊扰了贵妃娘娘。这传闻啊，是西岐市场撤销，汪长公怀恨在心，这才报复万贵妃的。天道昭昭，狼子野心，终于啊，还是遭了报应。走，回去睡觉去。走。没想到，西厂会将密报机关建在皇陵之下。如此一来，万贵妃是想将西极市场作为心腹。可惜啊，万贵妃对你有所猜忌，要不然，日后恐怕是无人能撼动。我的好义父啊！您不是教导过孩儿，这世上最不能测的就是人心。我怎么会真的寄希望于信任二字？但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官人八法，威厚轻古，孤薄恶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生来原本是同一张脸，说不上什么颜如卧丹，但也算天真无邪。但在这官场宦海走一遭，就会生出让我们陌生的无数张脸。这些看着不像自己吗？义父，这些牌位是什么人？我的好义父，看看上面的名字，你难道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都是我东极市场培养出来的死士、厂卫，是不换无才，换无用之道。当你拥有培养人才的手段，何须在乎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呢？那样只能让你成为卷曲在那里嚎哭的死士、弱者。这就是商场工眼睛里看到的事物，靠权力、能力来衡量的一切。瞧他现在的模样，身体健康，红光满面，浑身上下却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肃杀气息。是什么让他乖戾到如此程度？连寻常人的常态都没有办法维持。想要成为我，以你的心智和资历，还差得远。少废话，赶快带我去取东西。剑指苍天下，天连下世才，喜从杯中来，瓮中欲断骨。10年通世事，星夜遮老难，修心未无心，莫归逐水流。4月云雪遥，年少且轻狂，怀玉告知得脱后，时运天霄云暮时，荣光相照晚来迟。水深龙鳞半浮屠，飞云空碧空，分离俱远后，航鸟各投来，风流为情深。嫦娥会飞行，今为填沧海。碧海无平起，青天无堕落。张大人，我就先送您到这儿了。多谢华娘子。少主，此乃天机，不能烧啊！我叫唐喜，因为出生的时候天降瑞雪，只笑不哭。我唐门宗家百年再诞一女，父亲喜上眉梢，为我取名唐喜。
少主天资聪颖，武学之才，胆识过人，执掌唐门大权已有3年之久，唐门上下无人不服。我等得知空会大师圆寂，便立即起卦，置门主于生死劫。就算逆天而行，我也要带门主回唐门。张毅，这种事情，不是应该等大家都到齐了，才会更快乐吗？你一个人是来送死的吗？谁说只有一个人了？这不还有一个吗？酒庄苏文柏，你嫂子特意让我给你。他说了，让我把3年前该了的事儿都了干净。把这个也带上。这是我3年前酿的酒。娘子，这些年，我深信张希会体恤我，他会无往不利，步步为营，反败为胜。但是我错了，他有无法战胜的敌人，他会失败，会烂来，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所以对他来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是不是应该陪着他？我也一样自私，和张毅、申吉营300人结了离散，我已经很满足了。爹爹，你要去哪儿？天官儿，记住爹爹说的话，男子汉在生死强敌面前可以害怕，但绝对不能下跪，更不能逃跑。尤其是当你的挚友身处险境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活着。唐喜姑姑、张毅干爹告诉我的。所以你爹爹去救他。好酒，一会儿挨打还能少疼点。爽！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有指点后，速战速决。张大人，既然已经逃走，何必回来送死？今日我若是放弃了，日后我必定落个死不瞑目。我还不如豁出我的命，来个痛快。你呢？你又是为何与我相对厮杀？是为了你的皇权贵胄，还是为了你义父？无论我为了谁，你都已经是仇敌。今日必死无疑。我真没想到，你竟然选择无视你义父与汪直的所作所为，来逃避现实。你经历了那么多，难道还不明白？你看看你眼前荒谬的一切。需要你来教导我对与错。
这烟有毒。我姓唐，名喜，字婉晴，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虽是女子，但生来强大又狂妄，一定是为了让别人幸福而行走于世间。自当应自豪如烈日般耀眼的活着，这不是一直以来你们教导我的。告诉我，戏集市场密报机关到底在哪儿？他们在等着我。你真的执意如此吗？此生意志，绝不改变。女大不中留啊！也对，这世上没人能阻拦你的意志。罢了，就让我最后再帮你一次。从此，唐门少主唐喜之名，只活在江湖。机关在皇陵。你也要来？你不怕对不起我爹娘？江湖儿女，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爹娘私奔的时候也没给我打招呼呀。当然一块儿送命了，烧纸都在同一天，多方便。我准备了2匹上好的千里马。舍弃我还有用。我还考虑督主大人，督主大人，为什么要舍弃我？督主大人，督主大人，为东厂效力，为什么要？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那都是为了我。张毅，你快找沈荣之。没事，我没事。走啊！张毅，你一定要活着。
痛苦时，岁月和时机却不等人，把我们都推到了这一步了。反倒我觉得时机是刚刚好。看看这里的一切，充满痛苦。他们每个人深信着他给的信念，带着他送的枷锁死去。最后呢？除了我汪直，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为东极市场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过去不在，现在就会在乎吗？所以，一切该在这里结束。他应该提前看到地狱的模样，听一听这里灵魂放声哭泣求救的声音。即便是他，也应该稍微留有一丝人性。回想到了什么，不是吗，我的好义父？你瞧瞧，在风魔这条路上，你我都是出奇的统一。
罪。兄弟，对不起。张爷，姐，快去！你先去。走啊！走，走。真好，别哭。我现在我要怎么样？难看死了。还说，我现在一定和他们一样，让他们就他们。有之，不要让我失望。说到底，还是个心慈手软的残人。张毅，我来解决。男人不要打女人啊！哦，忘了，你是个阉人。哼，汤少主，若趟这趟浑水，小心陷在泥里，自身难保。江湖救急的时候，我不在，怎么能算得上是侠客？汪闯王，赐教。唐门主真是丝毫未变呐！你回来做什么？当然是当大侠了，以为是来保护你，被仇恨蒙了心智的蠢物。没大没小，等结束了，我们去吃四方美食。一言为定。我来帮你解毒。
救一个呀！我是唐门少主，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姑娘，早高老板找你的钱，你忘了拿了。大人，掉在地上的银钱，莫要见回头的，不吉利。张毅今日对姑娘动手，致使姑娘内伤，还请姑娘原谅。干嘛？面纱钱和疗伤钱。你都给你。陆总师，你这声叫的很是亲切。谁说我们四方是听艺人做事？没有我第一剑客唐喜。哎，唐少主，不能当众袭击当朝四品官员。钥匙呢？钥匙怎么会不见了？我怎么知道会不见了？没大没小。等结束了，我们去吃四方美食。一言为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曾化18年甲辰月，朕承孝治邦，护家稳国。据大理寺卿裴元东、大理寺少卿张毅、锦衣卫指挥使尹峰、锦衣卫镇抚使沈由之联名奏请，东极市场厂工商华懈怠职责，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结党营私，谋害忠良。东极市场厂卫相率游校，实现肆逆，风气张狂，前世不臧